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？你明明已经很委屈了，可当对方说一句“你要是这样，我真的会很失望。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居然还拒绝我。”你所有准备好的拒绝，瞬间就卡在喉咙里。你不是不知道自己不想答应，你只是没办法承受那种内疚感。如果你对这种感觉很熟悉，那今天这本书可能会直接戳中你。这本书叫《情感勒索》，英文名是 Emotional Blackmail， 作者苏珊·福沃德 Susan Forward 是一位临床心理治疗师。他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了教你骂醒别人，而是为了帮你搞清楚一件事：为什么有些人总能用情绪控制你，而你明明已经很痛苦，却还是一次次妥协。这本书的不同版本在前言和后记的编排上略有差异，但核心正文是10章，我将逐一为你讲解。现在我们来讲第1章：恐惧、责任与内疚，情感勒索是如何发生的。这本书一开始，作者苏珊·福沃德就说了一句非常扎心的话，他说：情感勒索并不是靠坏，而是靠你心软。很多人一听到勒索这个词，脑子里浮现的都是威胁、恐吓、歇斯底里。但作者一上来就告诉我们，现实中的情感勒索往往是安静的、日常的，甚至看起来合理的。你可能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勒索，你只是觉得我是不是太自私了？我是不是不该拒绝？我要是坚持自己的想法，是不是太冷血了？而这正是情感勒索真正开始生效的地方。那么，到底什么是情感勒索？作者给情感勒索下了一个非常清晰也非常好理解的定义。他说，当一个对你很重要的人用恐惧、责任或内疚来逼你做你并不想做的事，这就是情感勒索。请你注意这几个关键词：对你很重要的人、恐惧、责任、内疚、逼你妥协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情感勒索几乎不会发生在陌生人之间，它最常发生在亲密关系里、亲子关系里、婚姻里、家庭里，甚至是长期合作的工作关系中。因为只有你在乎的人，才有能力让你害怕失去、害怕内疚、害怕被否定。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叫 FOG， 这是情感勒索的核心机制。FOG 是3个英文单词的缩写， F 是指 fear 恐惧， O 是指 obligation 责任， G 是指 guilt 内疚。他说，所有情感勒索几乎都绕不开这3样东西。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来看。先说恐惧。很多人会说，他又没威胁我，我为什么会恐惧？但作者指出，情感勒索中的恐惧往往不是直接的威胁，而是隐性的。比如，你要是这样想，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随便你吧，反正我已经习惯一个人了。如果你真的在乎我，就不会这么做。这些话里没有一句是赤裸裸的威胁，但他们传递的潜台词是，如果你不照我说的做，你就会失去我。你真正害怕的并不是这件事本身，而是关系破裂、冷暴力、被抛弃、被否定、被指责你不够好。作者说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，恐惧不是对方制造的，而是我们自己脑补出来的后果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你常常会在还没被真正威胁之前，就已经先退让了。接下来是责任 obligation。 作者说，责任感是情感勒索者最常用也最好用的一张牌，尤其是在家庭关系中。比如父母常说的话，我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，如果不是为了你，我早就如何如何了。你现在翅膀硬了，就不管我了是吧？这些话有没有一个共同点？他们都在传递一个信息，你欠我的。于是你开始觉得，我不该拒绝，我不该有自己的选择，我是不是太忘恩负义了？作者在书里强调了一点，非常重要，健康的责任感是自愿的，情感勒索中的责任是被强加的。你不是愿意，你是不敢不愿意。最后一个是内疚 guilt。 内疚是最隐蔽也最有效的控制方式。内疚往往不是对方直接说你让我很内疚，而是你自己开始反复责怪自己。比如你会想，他都这么难受了，我还坚持，是不是太残忍？是不是我要求太多了？是不是我不够体贴？作者说，内疚感是情感勒索完成闭环的最后一步。当恐惧让你不敢失去关系，
责任让你觉得你应该付出，内疚就会让你主动放弃自己的界限。这时候，对方甚至不用再多说什么，你已经开始替他完成控制。书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，有一位女性已经30多岁，工作稳定，经济独立，但她的母亲几乎参与她生活的所有决定。每当她想做一件不被母亲认可的事，比如换工作、谈恋爱、搬家，母亲就会说：我身体本来就不好，你别再刺激我了。我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你。你要是真这么做，我这辈子算是白活了。注意，这位母亲没有说一句你必须听我的，但她做了什么？她把恐惧、责任、内疚全部压到了女儿身上。结果是什么？这位女性说：我每一次做决定都像是在伤害我妈。作者在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，当你为别人的情绪负责时，你就已经失去了自由。很多人看到这里会问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被情感勒索？是不是我太软弱了？作者的回答非常温和，但也非常现实。他说，不是你软弱，而是你太在乎关系了。情感勒索往往发生在重视亲密关系的人、容易自我反省的人、不愿意冲突的人、害怕被讨厌的人。也就是说，你身上的优点恰恰成了别人利用你的入口。在这一章的最后，作者并没有让你马上反抗，也没有教你立刻翻脸，他只是希望你先做到一件事：识别。你要先能看清楚，这是请求还是控制，这是关心还是施压，你现在的顺从是出于爱还是出于恐惧。因为只有当你看清楚了，你后面所有的改变才不是自责，而是清醒。现在我们来讲第2章，情感勒索者的典型模式。在第1章里，我们已经搞清楚了一件事：情感勒索不是一句狠话，而是一整套反复运作的模式。那接下来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谁在使用这套模式？他们是有意识的吗？还是习惯性这样？作者 Susan Forward 在书里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，大意是：情感勒索者不一定是坏人，但他们学会了一种有效控制他人的方式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未必觉得自己在伤害你，他们只是发现这样做能让你听话。作者把情感勒索者分成了4种非常典型的类型。你听的时候可能会忍不住对号入座，甚至发现同一个人可能在不同情境下切换不同模式。第1种，惩罚型勒索者。你不照我说的做，我就让你不好过。这是最容易被识别的一种，因为他们的态度通常很直接。他们常说的话包括：你要是这样，我就不管你了。那你自己看着办吧。行，那以后别来找我。这种人最擅长的就是撤回爱、冷暴力、威胁关系破裂。书里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，一位母亲对女儿说：你要是非要嫁给他，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。你注意，这句话的重点不是不同意婚事，而是用断绝母女关系来逼你让步。在亲密关系里，这种惩罚型也非常常见，比如伴侣一生气就消失，不回消息，用冷战逼你低头，让你一直处在关系随时会破裂的恐惧中。久而久之，被勒索的一方会变成什么样？变得特别会提前妥协，为了避免冲突，先把自己缩小。作者说，这种勒索最厉害的地方在于，惩罚还没发生，你已经先投降了。第2种，自虐型勒索者。你不照我说的做，我就毁掉我自己。这种类型比惩罚型更隐蔽，也更让人内疚。他们不直接攻击你，他们攻击的是自己。他们常说的话包括：反正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，要不是为了你，我早就不想活了。算了，我不重要，你开心就好。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怜？但作者提醒我们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：自虐型勒索的本质是把照顾我的责任强行塞给你。书里有个例子让人印象很深，一位母亲在女儿想搬出去住时，开始反复说：我一个人住会很孤独，我身体不好，你不在我身边我会出事的。她没有说你不许走，但女儿最后根本走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一旦她走了，她就成了不孝、不负责任、冷血的人。这种勒索最容易发生在父母和子女之间，长期病弱的一方，情绪极不稳定的一方。被勒索的人往往会变成24小时待命的情绪保姆。
第三种，折磨型勒索者。我不说，但我会一直让你难受。这种类型是最让人说不清楚哪里不对的。他们不威胁，不哭闹，不崩溃，但他们会叹气，阴阳怪气，一句话也不说，但气氛冷到结冰，反复提旧账。比如，算了，我早就习惯了。我也没指望你会考虑我。没事，我没生气。但你心里清楚，他们就是在生气。Susan Forward 说，这种人最擅长制造一种状态，只要你不按我想要的方式来，空气就会变得很难受。于是你会开始反复自省，主动道歉，想办法修复气氛。久而久之，你会发现，你做决定时已经自动把他们的感受放在第一位。第四种，诱惑型勒索者。只要你照我说的做，我就对你好。这是最容易被误判为正常交换的一种。他们不威胁你，他们给你承诺。比如，只要你听我的，我以后一定对你好。只要你这次帮我，我以后不会再麻烦你。等事情过去了，一切都会不一样。书里强调了一点，真正的诱惑型勒索，承诺通常是模糊的、延期的、反复失效的。你会发现，等以后永远不会来，条件一换再换，你已经付出了，但回报始终不到位。但你已经被绑住了，因为你心里会想，都做到这一步了，再忍一下吧。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， Susan Forward 在这一章反复强调，情感勒索者未必时时刻刻都在勒索，正是因为他们有正常的一面，勒索才更有效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为对方辩护，他其实也对我很好，他不是一直这样，他只是太需要我了。但作者说，勒索的判断标准不是他是不是坏人，而是你是否在恐惧、责任和内疚中被迫做选择。这一章其实是整本书最照妖镜的一章。很多人读到这里，第一次意识到，原来我不是太敏感，也不是我不够善良，而是我一直在一套勒索模式里生活。现在我们来讲第三章，为什么情感勒索总是对你特别有效？这一章是整本情感勒索最扎心，但也最有力量的一章。如果说前两章是在认清对方，那第三章终于把镜头转向我们自己，不是为了指责你，而是为了回答一个很多人心里反复问的问题：为什么我明明知道不对，却还是一次又一次的妥协了？作者 Susan Forward 在这一章一开始就说了一句很残酷但非常真实的话：情感勒索之所以会成功，是因为它精准地击中了我们内心最深的恐惧。也就是说，勒索不是随机发生的，它总是对准你心里最软的地方。这一章，作者总结了4个关键原因，解释了为什么很多聪明、善良、理性的人在情感勒索面前反而特别容易失去自己。第一层原因，我们害怕失去关系，这是最基础也最普遍的一层。很多人被勒索，不是因为对方多强，而是因为我们太害怕关系破裂。你可能很熟悉这种内心独白，要是我拒绝，他会不会不爱我了？万一他真的走了怎么办？如果我坚持自己，是不是太自私了？书中提到一个案例，一位女性长期被伴侣冷暴力，每次她提出不同意见，对方就几天不说话。她明知道这不健康，但她还是一次次道歉、妥协。为什么？她在咨询中说了一句非常典型的话：我宁愿不开心，也不想失去他。作者指出，当关系本身被我们当成唯一安全来源时，我们就会失去谈判的能力。第二层原因，我们从小被训练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这一层，很多人在读到时会沉默。Susan Forward 说，很多容易被勒索的人，童年都被过度灌输过责任感，比如要懂事，不要让别人失望，家里就指望你了，你是大孩子，要让着点。这些话本身未必是恶意的，但他们慢慢塑造了一种信念，只要别人不开心，可能就是我的错。于是，当考虑自己的需要时，你会自动感到内疚。书中有一个例子，一位成年女性每次拒绝母亲的要求时，都会强烈焦虑，甚至失眠。她说，我理性上知道我没做错，但情绪上就是觉得我在伤害她。作者点出关键一句，情感勒索最有效的地方，不在于威胁本身，而在于你早就学会了自我指责。第三层原因，我们被好人形象绑架了。这一点，
很多善良型人格都会被击中。你可能很在意这些评价，他人很好，他特别体贴，他从不拒绝别人。听起来像夸奖，但作者说，当好人变成身份，拒绝就会变成罪。于是你会开始这样想，如果我拒绝，是不是就不够善良？别人都这么辛苦了，我怎么好意思说不？我是不是太冷血了？书中提到一个职场例子，一位员工总是被额外加工作，他明明已经超负荷，却还是答应。原因不是他不知道自己累，而是他说了一句，我不想成为那个不好合作的人。Susan Forward 指出，勒索者最容易盯上的，往往是最有责任感、最讲情分的人。第4层原因，我们心里抱着希望，我们总觉得下一次会不一样。这一点非常非常真实。你可能会想，这次我忍一下，他以后就会明白了。他现在情绪不好，等稳定了就好了。只要我做得够好，关系就会改善。书里有一句话，希望是情感勒索最强大的燃料，因为希望让你一次次推迟自己的底线，为对方找理由，把现在的痛苦当成通往美好未来的代价。但作者也非常清醒地提醒，如果一种行为已经重复了很多年，那它很可能不是暂时的，而是对方已经学会并依赖的模式。这一章的最后， Susan Forward 说了一句非常有力量的话，一旦你意识到情感勒索之所以有效，不是因为你软弱，而是因为你在乎，你就已经站在改变的起点上了。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你不是失败者，你不是不够聪明，你只是太早学会了把别人放在自己前面。现在我们来讲第4章 Fog， 情感勒索是如何一步步发生的。这一章是整本情感勒索的核心机制章。前面3章在认人、认自己，而这一章，作者 Susan Forward 第一次把情感勒索拆成一个清晰、可复现的心理流程。如果你之前一直有一种感觉，我好像一步一步被逼进去的，但我说不清楚是哪一步出了问题，那么第4章就是帮你把那条下滑的路径照亮。Susan Forward 在这一章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，fog 雾。前面第1章中我们已经讲过，它由3个英文单词组成 ：F fear 恐惧 ，O obligation 义务 ，G guilt 内疚。作者说，情感勒索并不是靠一击致命，而是让你慢慢走进一片心理迷雾，在你看不清方向的时候，对方替你指路。这3个词几乎涵盖了所有情感勒索的心理操控点。下面我们一个一个拆开来讲。第1层 fear 恐惧是一切的起点。恐惧不一定是暴力或威胁，更多的时候它非常安静。你可能害怕的是害怕关系破裂，害怕被抛弃，害怕冲突，害怕事情闹大，害怕别人不开心。书中举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，一位母亲对已经成年的女儿说，如果你不经常来看我，那我还不如一个人待着算了。他并没有直接说你必须来，但这句话制造了一种恐惧，如果我不照做，他可能会崩溃。Susan Forward 指出，情感勒索的恐惧往往是后果型恐惧，不是我现在被伤害，而是如果我不照做，会发生更糟的事。于是你开始自我保护式妥协。第2层 obligation 义务，让你放弃选择权。当恐惧出现之后，义务就会悄悄登场。义务常常以这些形式出现，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一家人哪有那么多界限？情侣不就应该互相迁就吗？你要是爱我，就该这样做。书中有一句非常清醒的话，情感勒索者最擅长做的事是把选择包装成责任。你开始觉得不答应是不孝，不让步是不爱，不配合是忘恩负义。于是你不再问我愿不愿意，你只剩下一个问题，我该不该？而一旦事情变成该不该，你就已经输了。第3层 guilt 内疚是最牢固的锁链。如果说恐惧是门，义务是推力，那内疚就是把门锁死的那一步。你可能非常熟悉这种感觉，明明很委屈，却开始反思自己，明明受了伤，却先去道歉，明明想拒绝，却开始解释半天。作者写过这样一句话，情感勒索的最终目的是让你相信，如果我不满足你，就是我不好。内疚的可怕之处在于，它让你主动站到对方那一边，开始说服自己。于是你会说，算了，他也不容易，
我是不是太敏感了？再忍一次吧。Fog 是如何连成一条链的？ Susan Forward 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，情感勒索就像慢慢升起的雾，你不是突然失去方向的，而是一步步看不清的。一个完整的情感勒索流程通常是这样的：一、对方制造恐惧，如果你不这样做，会有不好的后果。二、对方唤起义务，你有责任让我好过。三、你开始感到内疚，如果我拒绝，就是我不好。四、你妥协，对方的行为被验证有效。五、下一次勒索会更快、更熟练。作者特别强调一句，每一次妥协都不是终点，而是下一次勒索的起点。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转变。这一章的最后， Susan Forward 并没有立刻教你怎么反击，他先让你明白一件事，你之所以走进 Fog， 不是因为你愚蠢，而是因为你被教会了要为别人的情绪负责。这句话非常重要，尤其是对长期被勒索的人来说。你不是没有边界，你只是从来没被允许拥有边界。现在我们来讲第5章，当你开始反抗时，为什么事情反而变得更糟？这一章非常关键，而且它正好解释了很多人现实中最绝望的一句话：我已经努力改变了，为什么事情反而更糟了？其实很多人放弃改变，不是因为不想，而是因为太痛了。作者 Susan Forward 在这一章一开始就指出一个残酷事实，大多数人不是没勇气反抗情感勒索，而是在第一次反抗后被更猛烈的反击击垮了。你可能非常熟悉这种过程，你第一次鼓起勇气说不，对方立刻情绪失控，场面比以前任何一次冲突都要激烈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错了？是不是我太狠心了？于是你退回原位。这正是情感勒索最可怕的地方，它惩罚改变，奖励顺从。为什么一反抗，勒索者就升级？这不是巧合，而是心理学上非常典型的现象。Susan Forward 用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来解释这一点：行为被打断时，操控者一定会加码。在勒索者的心理世界里，有一个核心信念，这一招以前管用，那现在一定是你不够听话。于是他们不会反思自己，而是提高控制强度。这就像什么？就像一个人按按钮，灯原本会亮，现在灯没亮，他不会立刻放弃，而是会再按一次，用力按，连续按，甚至拍打机器。你反抗的那一刻，在他们眼里不是界限，而是系统故障。Susan Forward 在这一章里详细描写了反抗后常见的3种勒索升级模式，我一一讲给你听，你会发现他们都非常熟悉。第一种升级，情绪爆炸型，这是最常见也最吓人的一种，表现为大哭大闹，指责你冷血、自私、无情，说出非常极端的话，比如你要是这样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我为你付出这么多，你就这样对我？目的只有一个，让你因为害怕失控而退缩。他们不是在表达感受，而是在制造恐惧。第二种升级，受害者反转型。当情绪爆炸没用时，勒索者会立刻切换角色，他们会变成被你深深伤害的人，看起来非常可怜，非常无助。常见话术包括：我真没想到你会这么对我，我只是太爱你了，原来我在你心里这么不重要。这一步是在激活你的内疚感，你不是不想坚持，而是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太残忍了？第三种升级，冷暴力与惩罚型。如果情绪和内疚都不管用，勒索者会进入最后阶段，比如冷处理、不说话、故意疏远你、切断资源，比如情感、经济支持，用沉默让你坐立不安，这是在用失去关系来威胁你。他们在告诉你，如果你不回到原来的位置，你就会失去一切。为什么这一步对你来说特别难熬？因为这一步正好击中了 Fog 的核心。让我们对照一下，你害怕关系彻底破裂 Fear， 你觉得自己太狠心 Guilt， 你觉得我是不是该为对方的痛苦负责 Obligation。 Susan Forward 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当你开始改变旧模式时，你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痛苦。但这不是因为你做错了，而是因为系统正在反扑。这不是失败的信号，而是改变正在发生的信号。
这里有一个很多人会掉进去的致命误区。在这一章中，作者反复提醒读者一个危险的想法：既然我反抗会让事情变得更糟，那是不是说明我不该反抗？ Susan Forward 直接否定了这个结论。他指出，情感勒索者之所以敢升级，是因为过去的你总会退让。他们相信你撑不了多久，如果你此刻放弃，你等于向对方证明升级是有效的，而这会让下一次的勒索更猛烈。为什么短期更糟反而是长期改变的必经之路？这是第5章真正的核心思想。Susan Forward 用心理学中的一个基本规律来解释，即行为改变曲线。它指的是任何长期存在的关系模式在被打破时都会经历3个阶段。首先是混乱期，这个阶段最痛苦，然后是拉锯期，最后是新平衡期。你现在经历的更糟，正是混乱期。如果你在这个阶段退回原位，你将永远走不到第3步。这一章真正想告诉你的，不是忍，而是理解。Susan Forward 并没有在这一章教你具体技巧，他在做的是一件更重要的事，让你不再把反抗后的痛苦理解成失败。他想让你知道，你不是太敏感，你不是太狠心，你不是不会沟通，你只是在动一个原本靠恐惧和内疚维持的系统，而系统一定会反抗。现在我们来讲第6章，如何真正开始改变互动模式。如果说前面几章是在帮你看清自己到底被困在什么结构里，那么第6章就是整本书第一次明确回答一个问题：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真的改变，而不是再被拖回原点。这里有一个必须先接受的现实，你不是去说服对方，而是去改变结构。作者 Susan Forward 在这一章一开始就泼了一盆清醒的冷水。他说的非常直白，如果你现在还指望对方理解你、觉悟、良心发现，那你注定会失败。为什么？因为情感勒索从来不是靠不懂维持的，而是靠你一直配合。所以这一章的核心不是怎么讲道理，怎么把话说得更温柔，怎么让对方满意，而是你如何在不再被恐惧、内疚和责任感控制的情况下，改变你回应对方的方式。改变互动模式一共有4步。第1步，先停止自动反应。Susan Forward 指出，情感勒索之所以强大，是因为它高度自动化。你几乎不需要思考，就会道歉、解释、妥协、自责、回头哄人。真正的第1步不是反击，而是暂停。什么叫暂停？不是冷战，不是消失，不是翻脸，而是在对方施压的当下，你不立刻给出熟悉的反应。比如，对方逼你表态，对方要你立刻答应，对方情绪上头，你可以说：我需要想一想，我现在不适合讨论这个，我们之后再说。这一步看起来很小，但在心理结构上是地震级的，因为你第一次打断了，刺激，然后你妥协，这条就回路。为什么这一步这么重要？ Susan Forward 强调，只要你还能被对方逼到立刻反应，你就还在旧模式里。暂停的意义在于把节奏从对方掌控拉回你自己，让你的理性有机会出现，让对方第一次感到，咦，这一招没马上奏效。你不是在赢对方，而是在夺回时间与空间。第2步，把解释冲动按下去。这是很多人最容易失败的一步，因为你会有一种强烈的冲动，我只要把话说清楚，他就会理解我了吧。Susan Forward 非常明确地说，在情感勒索关系中，解释等于给对方更多操控你的素材。为什么解释反而害你？因为解释会暴露你的软肋、你的愧疚点、你的恐惧点。勒索者会立刻抓住这些地方继续进攻。比如，你说，我不是不想帮你，我只是最近太累了。对方可能立刻回应，所以你觉得我不累吗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值得？解释并不会换来理解，只会换来新一轮拉扯。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？ Susan Forward 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即简短、重复、不给情绪。这3点是一起使用的。举个例子，你可以这样说，这件事我现在不能答应。我知道你不高兴，但我还是不能答应。我理解你很失望，但我不会改变决定。你不是在辩论，你是在稳定输出一个立场。第3步，学会承受对方的不舒服，
而不是立刻拯救。这一点对很多善良的人来说非常非常难，因为你会本能地想，不想让对方痛苦，不想让关系紧张，不想成为坏人。Susan Forward 在这里说了一句极其重要的话，当你不再被操控时，对方一定会不舒服。这不是你的错。为什么你必须允许对方不舒服？因为过去你一看到对方难受就会立刻妥协。对方学到的是，只要我够痛，你就会让步。如果你现在继续拯救对方的不舒服，你其实是在继续训练勒索。这一步你可以怎么做？不是冷漠，而是承认对方的感受，但不为对方的感受负责。比如，你可以说，我知道你很生气，我知道你很失望，然后就停住。千万不要再补上一句，要不我还是听你的吧。算了，我答应你吧。等等这样的话，这是一种全新的情绪边界。第4步，用结果而不是情绪重建边界。Susan Forward 在这一章的后半部分开始讲一个更现实的问题，如果对方根本不尊重你的边界怎么办？他给出的答案非常现实，边界不是靠说出来的，是靠后果建立的。什么叫后果？不是威胁，不是报复，而是当对方越界时，你会做什么？比如，对方大吼大叫，你结束对话；对方反复施压，你减少接触；对方用冷暴力，你不再追着解释。后果不是为了惩罚对方，而是为了保护你自己。为什么后果这么重要？因为勒索者真正理解的语言是，这样做对我没有好处。不是道理，不是眼泪，而是结构改变。第6章教你的不是怎么对付别人，而是怎么重新站回到自己这边。从这一章开始，你不再只是看懂了情感勒索，而是真的开始松动它。就像 Susan Forward 在第6章反复强调的那样，你不是要一次性赢得自由，而是要一次次不再回到原点。你不需要马上变得强大，马上对抗所有人，马上改变一切关系。你只需要做到一件事，当旧模式被触发时，你哪怕只比以前多坚持1分钟，这都是改变。现在我们来讲第7章，当勒索来自最亲近的人时，怎么办？这一章我们要进入整本书最难也最真实的部分了。如果说前面几章讲的是识别机制和改变方法，那第7章面对的是一个很多人心里都会冒出来却不敢说出口的问题。如果勒索我的恰恰是我最爱也最离不开的人，那我还能怎么办？作者 Susan Forward 在这一章里非常残酷，也非常诚实。他没有给任何温柔的鸡汤答案，而是一步步带你看清亲密关系中的情感勒索为什么最难挣脱，以及你还能做什么。为什么越亲近的人勒索越有效？ Susan Forward 一开始就点破了一个事实，情感勒索最容易发生在无法轻易离开的关系中，比如父母、伴侣、子女、长期亲密的家人。原因很简单，却非常扎心。首先，因为他们握着你最深的软肋。亲近的人知道你最怕失去什么，最容易内疚什么，最想被认可什么。他们不需要威胁你、伤害你，只要一句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我为你付出这么多，你不这样做，我会很伤心，就足以让你崩溃。另外，因为你从小被训练成要负责他们的情绪。Susan Forward 特别指出，很多人从小就被灌输一个观念，让重要的人失望是不被允许的。于是你慢慢学会把对方的情绪放在自己前面，把乖、懂事、体贴当成生存方式，把自己的界限当成自私。在这样的心理土壤里，情感勒索几乎是自然生长的。那么，当勒索来自父母时，你该怎么办？这是很多读者读到这一章都会停下来哭的地方。我们先来看看父母常见的勒索方式有哪些。Susan Forward 在书中列举了非常多真实案例，比如父母常常会说，要不是为了你，我早就怎么样了，我这一辈子都给你了，你这样做，我心都碎了，等我死了你就满意了。这些话很少带着恶意，但杀伤力极强。为什么父母的勒索最难反抗？因为你会有3重枷锁：恐惧，怕失去他们的爱，怕被认为不孝；内疚，他们确实为你付出过，你确实依赖过他们；责任感，他们老了，我不能刺激他们，他们只有我了。Susan Forward 说了一句极其重要的话：感恩
不等于终身服从。那面对父母，你能做什么？ Susan Forward 给出的策略非常现实，不是对抗型的。一，不要试图翻旧账，不指责，不算谁付出更多，因为那只会激活更深的内疚战。二，用限制式回应代替解释，比如这件事我理解你的感受，但我还是会这样做。我知道你不同意，但这是我的决定。你再传达一件事，我听见你，但我不再被你决定。三，允许关系降温。Susan Forward 明确指出，你不需要和父母时刻亲密才算一个好孩子。有时候，适度拉开距离，反而是关系继续存在的方式。我们再来看，当勒索来自伴侣时，你该怎么办？这一部分 Susan Forward 写得非常直接。伴侣勒索的典型模式有这些，比如你的伴侣会说，如果你爱我，你就应该这样做。你要是真在乎我，就不会拒绝我。你这样做就是不把我当家人。这类勒索往往打着爱的旗号。那为什么你会一再妥协？ Susan Forward 指出一个残酷事实，很多人把避免冲突错当成了维系关系。你可能会想，算了，吵架太累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关系最重要。但长期结果是，你越来越小，对方越来越理所当然，你越来越不像自己。面对伴侣，你必须做到的一件事 ，Susan Forward 在这里非常明确。如果一个关系只能靠你不断牺牲自己来维持，那这段关系本身就有问题。实际策略是：一，把焦点从情绪拉回行为，不要讨论谁更委屈，谁更痛苦，而是讨论你要求我做什么，如果我不做，会发生什么。这是揭穿勒索的关键。二，不为不合理后果负责，比如对方威胁冷战，对方威胁离开，对方情绪失控，你可以说那是你的选择，不是冷血，而是把责任还给对方。最后，我们来看，当勒索来自子女时，你该怎么办？这一部分，很多父母读到会非常震惊。Susan Forward 直说，孩子也会情感勒索，比如哭闹、威胁不爱你，说你是坏妈妈、坏爸爸。这并不是孩子坏，而是他们在测试，我这样做能不能控制你。父母最容易犯的错误有这些：因为愧疚而妥协，因为怕伤害孩子而失去边界，因为我不想让他难过而放弃规则。Susan Forward 指出，没有边界的爱，最终会让孩子失去安全感。面对孩子，正确的方式是什么？一，接住情绪，但不改变规则。比如你可以说，我知道你很生气，你现在很难受，然后再说，但这件事的决定不会变。这是孩子学习情绪不等于控制的关键。Susan Forward 在这一章反复强调，你不是因为自私才设立边界，而是因为你终于开始尊重关系中的两个人。第7章想真正告诉你的是什么？不是让你立刻反抗所有亲人，让你切断关系，让你变得冷漠，而是在最亲密的关系里，你也有权利不被恐惧、内疚和责任感操控。现在我们来讲第8章，当你开始改变后，关系会走向哪里？第8章是整本书里最现实，也最让人不安的一章。因为这一章，作者 Susan Forward 不再教技巧，而是开始让你直面后果。很多人读到这里，心里都会冒出同一个问题：如果我真的改变了，那我们的关系还会存在吗？ Susan Forward 的答案是，有可能会，也有可能不会。但无论哪一种，你都需要提前看清。这里有一个你必须先接受的事实：改变互动模式一定会动摇关系结构。Susan Forward 在这一章一开头就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：当你不再配合旧模式时，关系就不可能维持原样。很多人内心真正的幻想是，如果我变得更有边界，对方理解了，关系反而会更和谐。但现实往往是，你一改变，关系立刻开始晃。不是因为你做错了，而是因为原本支撑这段关系的是你的退让。Susan Forward 总结了3种可能的走向，这一章的核心内容就是这3种结局。它不是用来吓你，而是帮你心理预演。第一种结局，对方调整了，关系变得更真实。这是最理想，但不是最常见的结果。什么时候会出现这种结局？ Susan Forward 指出，如果对方有一定自省能力，
情绪勒索不是他唯一的相处方式，内心并非以控制为核心需求。那么，当你停止妥协，稳定表达立场，不再被情绪牵着走，对方可能会经历从困惑到不满到尝试，最后调整的过程。那这种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？冲突可能变多，但更真实；情绪爆发减少，因为不再奏效；权力更对等。你不再是维稳工具，而是一个完整的人。Susan Forward 说，有些关系只有在你不再被勒索时，才真正开始。第二种结局，对方加大力度，关系进入拉锯战。这是最常见也最痛苦的一种。为什么会出现反扑？因为对方发现老办法失效了，控制感在下降。Susan Forward 指出一个规律，当勒索失效时，勒索者往往会升级手段，比如情绪更激烈，语言更极端，冷暴力更久，受害者姿态更强。不是你做的不对，而是你动摇了旧秩序。这时候你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？ Susan Forward 特别提醒，你会因为事情变糟了而退回旧模式，因为内疚而说算了，我还是妥协吧。但他非常明确地说，短期的恶化不代表你的改变是错的。那这一阶段你要守住什么？不是赢，不是说服，而是一致性、稳定性，不反复解释。你只需要做到不再回到原点。第三种结局，关系无法继续，甚至走向终结。这是最残酷，但必须被说清楚的一种可能。什么时候会走到这一步？ Susan Forward 说得非常直接，如果一段关系只能靠你被操控才能存在，那它本身就站不住。当你不再恐惧，不再内疚，不再为对方的情绪负责，对方如果拒绝任何改变，坚持控制，把你的边界当背叛，那么关系可能会冷却、破裂、结束。这是不是你的失败？ Susan Forward 的回答非常清晰，不是。他说，有些关系的结束不是因为你不够好，而是因为你终于不再牺牲自己。你失去的不是关系，而是一个角色，那个被操控、被消耗的自己。你为什么会在这一章感到害怕？ Susan Forward 在这一章点出一个深层心理，很多人宁愿继续被勒索，也不敢面对关系改变的不确定性，因为熟悉的痛苦比未知的自由更安全，被需要比被尊重更让人安心，内疚感比孤独更容易忍受。你害怕的不是失去对方，而是失去关系中的定位。这一章给你的真正任务，不是立刻做决定，而是开始问自己3个问题：一，如果我永远不改变，5年后的我会变成什么样？2，这段关系真的容得下一个完整的我吗？3，如果我不再被恐惧和内疚驱动，我还会愿意留下吗？ Susan Forward 说，清醒不一定立刻带来自由，但一定会终止自我欺骗。如果用一句话总结，第8章不是教你怎么留住关系，而是帮你判断这段关系值不值得你继续留下。现在我们来讲第9章，为什么你总会陷入情感勒索关系？你的心理脚本从哪里来？第9章是整本书里最深也最治本的一章。如果前面讲的是你在关系中经历了什么，对方在做什么，你能怎么应对，那这一章作者 Susan Forward 把视角彻底拉回到你自己身上。但请你放心，这不是指责，不是你也有问题，更不是要你反省自己不够好。恰恰相反，这是第一次真正站在你这一边的一章。这里有一个很多人不愿面对，却必须面对的事实。Susan Forward 在这一章一开始就说，如果你一生中反复遇到情感勒索，那问题不只是他们太坏，还包括你被训练成了适合被勒索的人。这句话听起来很刺耳，但它的本意不是指责，而是把你从为什么我总这么倒霉里解救出来。Susan Forward 使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心理脚本 psychological script， 意思是你并不是随机进入关系的，你在无意识中会被熟悉的情感模式吸引，即使那种模式是痛苦的。人会倾向于选择熟悉的痛，而不是陌生的安全。那这些脚本通常来自哪里？ Susan Forward 指出，绝大多数情感勒索的受害者都在早期关系中学会了同一种生存方式。1，在爱中学会负责别人的感受。很多人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，
父母情绪不稳定，家里气氛紧张，你必须察言观色。你学会了提前安抚，避免冲突，把不惹事当成安全。你不是温柔，你是在自保。2. 认为爱是有条件的。Susan Forward 描述了一类非常常见的成长经验：乖才被爱，听话才被接纳，表现好才被肯定。于是你内化了一条规则：我必须付出、忍让、牺牲，才值得被爱。这条规则会一直跟着你进入亲密关系。3. 你被奖励过顺从。Susan Forward 指出一个关键点：很多情感勒索关系之所以能成立，是因为你过去妥协时真的换来了和平。也许那是父母不再发火，伴侣不再冷战，家庭气氛暂时缓和。于是你的大脑学会了一件事：人是有效的。为什么你会对勒索者产生强烈的依恋？ Susan Forward 解释了一个让很多人恍然大悟的现象：你之所以舍不得离开勒索你的人，不是因为他们对你好，而是因为他们激活了你最熟悉的情感模式。你之所以会对勒索者产生强烈的依恋，主要有2个原因。1. 情感勒索不等于全面伤害。勒索者往往偶尔很好，在某些时候给你强烈的需要感，让你觉得我是重要的。这种不稳定的给予会比稳定的关爱更让人上瘾。这是心理学中的一个经典机制，间歇性强化。2. 你在关系中找回童年的角色。Susan Forward 说，有些人不是在谈恋爱，而是在重复童年未完成的努力。你可能在无意识中想，这一次只要我再努力一点，他就会爱我。如果我足够好，关系就会安全。这不是愚蠢，而是一个未被满足的旧需求在说话。那为什么知道了道理，还是很难改变？ Susan Forward 非常理解读者的挫败感。他说，心理脚本不是观念，而是情绪层面的自动反应。所以你不是不懂，你不是不清醒，你是在用旧系统应对新关系。改变脚本需要的是新的体验，而不是更多道理。第9章最重要的不是分析，而是自我重新定位。这一章给了你3个觉醒时刻。觉醒1，你不是太软弱，你是被训练的太会照顾别人。觉醒2，你不是不配被好好对待，你只是太熟悉用痛苦换关系。觉醒3，你不是总遇人不淑，你是在重复一个你从小就学会的模式。Susan Forward 在这一章的结尾写道，当你看清自己的心理脚本，你就不再只是反抗某个人，而是在重写自己的一生。这是情感勒索真正的解脱起点。最后我们来讲第10章，如何彻底走出情感勒索。第10章是整本情感勒索的真正出口，不是反击，不是控诉，也不是教你变得强硬，而是让你重新成为一个有选择权的人。作者 Susan Forward 在最后一章先纠正一个误解。他一开始就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：走出情感勒索不是为了赢，而是为了自由。很多人在前几章学会了识别勒索、回应勒索、拒绝勒索，但内心深处其实还藏着一个念头：我能不能让他终于明白我受了多少伤？ Susan Forward 很温柔但很坚定地告诉你，如果你把被理解当作目标，那你仍然被这段关系控制着。那么你该如何彻底走出情感勒索呢？书中给出了4种行动指南。1. 真正的走出不是关系改变，而是你改变了位置。Susan Forward 在这一章提出一个核心转变，即从反应者变成选择者。什么是反应者状态？具体表现为，对方情绪一来，你立刻紧张；对方不高兴，你马上自责；对方施压，你本能的解释、补救、妥协。你活在对方的情绪天气里。什么是选择者状态？具体表现为，你能觉察情绪，但不被牵着走。你允许别人不开心。你知道，我有权利不按恐惧行事。Susan Forward 说，自由不是对方不再勒索你，而是你不再自动配合。2. 重建边界不是说不，而是不再解释。这是整本书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实操部分。边界的本质是什么？ Susan Forward 强调，边界不是用来说服别人的，而是用来界定我会怎么做的。旧模式的错误示范，比如，你能不能理解我？我真的很为难，
我不是不想帮你，这些都是在请求许可。而新边界语言的核心结构是，我理解你的感受加我的决定不变。比如，我知道你会失望，但我还是会这样做。你可以不同意，但这是我的选择。我不会再为这件事争论。你在宣告立场，而不是辩论对错。最难的一步是承受后果。Susan Forward 非常坦诚地说，设立边界一定会带来不适，可能是冷脸、冷战、失望，指责你变了、冷了。你必须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我愿意继续承受旧痛，还是学习承受新痛？3. 重建自尊，把价值感从被需要中抽离。这一部分是整本书的情绪核心。很多人把被需要当成自我价值。Susan Forward 指出，情感勒索之所以有效，是因为它击中了你的一个信念：如果我不满足你，我就不重要。真正的自尊来自哪里？他给出一个非常清晰的定义：自尊是即使让别人失望，你也不否定自己。这是很多人从未体验过的状态。对此，你需要练习新的内在对话。Susan Forward 建议你反复对自己说：我可以拒绝，也仍然是好人。别人的情绪不等于我的责任。关系不是靠牺牲我自己来维持的。这是在拆旧脚本，装新系统。4. 重新选择关系，而不是被关系选中。在书的最后， Susan Forward 把视角拉得很长。他问了一个终极问题：如果你不再被恐惧、内疚和责任感驱动，你还会选择这段关系吗？有些关系会在你改变后变得更好，因为对方开始尊重你，互动更真实，权力更平衡。有些关系会慢慢淡出你的生活，不是因为你无情，而是因为它本来就不支持一个完整的你。Susan Forward 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：离开勒索关系，不是你失败了，而是你终于停止背叛自己。到这里，这本书的10章就全部讲解完了。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《情感勒索》这本书，那就是你来这世上不是为了用痛苦换取爱。你有权利被尊重，被认真对待，被当作一个有边界的人。就像 Susan Forward 在书的最后写到的那样，当你不再被情感勒索控制，你得到的不只是更健康的关系，而是一个终于属于你自己的人生。